粿條、咖喱米、燒烤水、甜甜水，了解是帥哥。没有不跌球，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讲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乱拍系列。我这个影片的开头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呢？因为我通常都是在外面去试驾车楼，都在外面开场嘛。这个影片呢，就会做一个与众不同的系列，会在我的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去做一个开场白，顺便想要通过一个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。明明就是我不小心把 Sony Action Camera 的东西全部完全删完，没有 footage， 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讲话。好啦，明明就是我那天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啊，因为通常我是把东西都拍好了，都会把 camera 的东西都是 copy 要去电脑里面的嘛。哪里知道那天我没有 copy 到那天的 vlog， 然后我就去拍一辆车的时候，我把我的 action cam 全部东西都删除到完。后来我才发现到了，我用我这个 action cam 的所有的 footages 都没有到完了，所以只能靠一些我车顶上的 GoPro 啊，还有我的手机啊，做了一点小小的记录啦。所以导致成这集的影片呢，就一个非常特别的呈现方式给大家。那这个影片我要讲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们关注我的 IG 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我在3月8号的时候，我当时就开了 Proton AS70 Sedan 啊，就下去一趟槟城。in case 你们没有 follow 我的 IG， 可以去 follow 啦，因为我动态都会拍给大家看。很多人就问我是不是槟城人，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次，其实我是 PJ 长大 PJ 出生的，然后我的妈妈就是因为是槟城人嘛，祖先都是在槟城，所以我就要回去那边去扫墓。也许你会问3月8号是不是太早了？因为很多都是在清明节4月5号的前10天后10天嘛，我们足足早了1个月，是因为我的舅舅安排呢，他的孩子刚好在那时候是假期的，所以我们就提早回去咯。这个 vlog 呢，其实我的目的就是除了拍我回去槟城的一个 vlog 啊，住 Airbnb 的 vlog 之外啊，重点是在于我想要测试这辆 Proton S70的一个油耗，因为我看到整个 YouTube 里面呢，很少去做这个油耗测试，而且啊，在车主群里面呢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开车道是怎么样的，有时候拿13 km/L， 有些人拿16 km/L， 那个是在城市价呢，还是在高速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的。所以我自己的影片呢，重申一下，我都是没有接过任何 Proton 的这个业配，我也没有特地要为 Proton 说话。整个行程下来，我都是用自己的每一分钱，包括油钱啊、住宿啊、吃啊，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到底的。那这个影片呢，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影片吧。3月8号的当天呢，我就选择了下午12点半，载着我的外婆还有我的一个表妹坐在后面，那3个人就先下槟城，然后我的舅舅呢，等到全部孩子放学都搞定了，大概是要2、3点才能出门的，所以我会比他更早下去，先 check in 这个房间呢。我们这次会住在九龙洞的一个 Airbnb 叫 Urban Suites， 我觉得这家是蛮方便的，虽然我拍了很多那些房间的 footages 都没有了，只能看到一个完全玻璃的主人房，那个单位是最后一间的啦，其他的我就没有了gone， 因为我很多片还没有剪嘛，所以我会利用早上的时间先剪片，大概11点这样，我就带着我的外婆还有我的表妹去吃一个午餐。我记得我出达曼沙拉托的时间是大概12点半，然后我就直接落下槟城，当然中途我会在大概好像是Bukit Gantang那边啊，我就停下来休息咯。然后全程呢，我都是没有再给这个 Proton S70客气的，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会开快车的人的角度，当然不是全油门直接下啦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140到160之间。我记得当时我一上高速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辆 BYD 的 Atto 3电动车嘛，好像很快这样哦，我就跟着他咯，他有多快就跑多快咯，大概都是在140这样啦。结果他有一阵子他让我过，然后我超完车之后，他就去我后面，我跑多快他就跟多快。然后当时我心想就，你这个电车呢，看你可以耐到什么时候，你都知道嘛，电动车跑得越快，那个电消耗的越快。所以一般上啊，最省电的状态是在100到110左右的。所以我就看他跟着我，跟他大概是单用马令吧，他没有再跟了，他越离我越远。我估计他应该是看到他的电量跌得很快，他就不再跟了。所以是的，没有错，还是驾汽油车走远途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哈。然后刚好遇到一辆 Mazda 3在我前面，还有一辆 X50在我后面。我很喜欢这辆后面呢陪着我跑的这个 X50的这位仁兄。你知道马来西亚人驾车啊，就是有一个不好，就是慢就是安全。然后在高速上面说110每小时，拜托你不要快的话，你就滚去中间嘛，或者是滚去最左边嘛，干嘛死都要挡着那个右手边。然后这个 X50呢跟我的举动是很像的，他就先把这个 signal， 如果那个
车不让他才闪灯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礼貌。我已经打signal给你看了，你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你不仁我不义，我就闪灯给你，不然的话我就换你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他就跟着我，我们完全是没有在玩好像丢来丢去啊，追车啊，我跑多快他就跟着我跑多快。然后我就遇到一个 Mazda 3咯，他就看到我来了，他就踩油。哇，我无可否认 Mazda 3的 2.0 啊真的是有力的。那我就没有再跟他玩全油门啦，因为我知道德国车这种尤其是1500cc 的德国车，你不需要全油门下去，你就是给它顺着去而已，它速度也会提上的。所以我就跟着 Mazda 3的后面，我就顺这样子。哇，没有想到这辆车我跑到100磅，是 OK 了。然后 Proton S70 的这个整个底盘设计啊都非常的棒，它不会感觉到松松散散。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S70 的这个底盘哦，它其实比 Vios 还有 City 啊还有 Almera 其实开得来的更加扎实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车身重量都会比他们来重了大概1200公斤左右，很舒适很稳定。然后拍照的噪音呢也没有这么大哦。我才知道原来哦 Proton S70 啊它的那个 fender 啊那个香蕉叶那边是有放隔音棉的，这个是我今天在车主群里面看到才知道的。风声也是比 X50、X70 来的好，因为它不是 SUV 嘛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隔音那些还 OK 的。以我这个已经驾惯了 D segment 的人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1500公斤以上的车行驶在这个高速上面，因为感觉到安全感会比较有，因为那个车重嘛，好像压在那个地上的感觉，就算那个路有一点浮动的话哦，你都感觉到那个车不会上下太大，重有优势，可是缺点就是轮胎消耗的也是比较快一点的。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那些经常走远途的人喜欢买 D segment、E segment 或者是 Alfa Romeo。我们叫到来这个 Bukit Gandang 阿尔纳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。我已经驾了2个小时，刚刚准哦，从12点半驾到2点半，然后我走了这个245公里了，平均油耗为12.3 km/L， 还一路踩真的。不错，油耗对我来讲满意一下。然后到了 Bukit Gandang 休息了之后呢，我再继续往槟城那个方向走了。通常 GPS 瓦街就会带我们走槟威第2桥新的桥来的。到了那个桥的时间大概是3点半，就是大概说我用了3个小时，包括在休息站休息了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而且当时我到槟威2桥的时候呢，我的油桶剩下半桶。3点半我们就到桥了哦，要给40块4毛半。起价了啊，忘记哦多少钱。我用了半桶油哦，还可以走300公里哦，走了319公里。到海的。前面啦，前面一点啦，然后走了320公里喽，平均油耗为12.1 km/L。在2桥上面呢，我就有使用这个 ICC 跟车啦，所以比那车跑多快，我就跟着跑多快的感觉。如果没有遇到风大是 OK 啦，风大的话你会感觉那个车会稍微的摇，我有点没有什么安全感。就 check in 了啦，我去休息，冲个凉，洗个澡，睡个觉，所以大概5点钟左右，我的舅舅就到了这个 Airbnb。我舅舅刚刚到，现在7点了哦，2个都蓝色。嗨，这就是我表妹。耶。晚上呢就会去我们很喜欢去的3条路吃晚餐。In case 你们不知道，我妈妈其实是槟城人，她是住在2条路 Northern Street， 也就是说工大前面而已啦。有分头条路、2条路、3条路、4条路，接着下去到7条路啦。不是说它的附近面特别好吃什么，而是我妈妈跟我舅舅的童年的回忆了。哦，可能你会问哦，为什么我妈妈这次没有回来？她其实是想要跟我回来的，我妹妹也是一样要跟我回来的。可是呢，就临时来一个生病，2母女真的是要出发之前前几天来生病，所以就没有跟着我下了。吃饱了之后就早一点回去休息了的。隔一天早上呢就很早起来，6点就出门了，我们就去附近吃个早餐，然后我们就去扫墓了。最辛苦的时候呢，整个过程我就不讲太多。但是 Proton S70 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我一直都在用的。Remote Start 在这种大热天，我又刚好扫墓完了很热的时候啊，我就可以远程控制，而且这个钥匙真的是可以控制到很远的。过后我上车就不会热的咯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功能，真的是很享受。这样热的天气当然是来一个 Remote Start 啦。See that？ Start 这了喽，把冷气先打着，然后我们上车解锁，然后上车，只需要踩一下刹车就行了，就可以了，因为 Start 这了。这吃个午餐过后，我们去找一下亲戚啊。这个是传说中的马里布劳路了呢。我的油还有剩多少？我的油还有。这样子，然后我走了402 km 了。
那晚餐时间呢，我就没有跟我的舅舅了啦。刚好我的表弟伟翔呢，他就在北海那边做工。星期六做完工之后，晚上就来到我的 Airbnb 停着。晚上我就带他去3条路吃饭哦。吃了饭之后哦，就突然讲到，巴杜高湾那边有一个车展哦，不如我们去看看哦。在我们去巴杜高湾的这个车展之前呢，我就发现到我的油桶差不多要用完了的啦，而且我已经行驶了差不多500公里了嘞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行程下来，78%是在走高速公路，来到槟城剩下半桶嘛。然后半桶的 range 还有300km，因为我知道这个300km 啊，这个是电脑在计算你在行驶高速嘛，比较省油的状态，然后它就预计可以走300。可是如果当你到了槟城这个又塞车又多交通的地方呢，它开始慢慢跌，而且这个油桶本来就不大，大概是可以填一个43L左右。对的，它是比 X50来的大这个油桶，可是它也不会太耗油，我觉得这个油耗是很让我满意的一个油耗。那我们填完油之后，我们就去巴杜高湾的这个车展就飞过去，也没有计划的，我们就直接杀过去了，去找一些朋友咯，然后就遇到 Boss Frank 一个轮胎店的老板啊，就第一次遇见他，可是那个 footage 也没有了，我只是用手机拍到 Adrian 路的那个 FL5， 其余的我就没有 it's gone。第二天早上11点就 check out， 那天是礼拜天，我就找到一个新地点叫巴杜兰呛嘛，没有错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 food court 很美的，我们就在那边吃了之后，我们直接就回 KL 了的。那我表弟就驾他的 van 哦，你不要小看这辆都大 High Ace 很厉害一下的，可以跑160。回到家之后还剩下半桶油，我还可以去到巴士来回都不用打油。要打油了，差不多500公里了，终于啊！那整个行程下来呢，我只打了2桶油，因为我是添满油，然后出发到槟城，槟城走完了啦，差不多要回的那天晚上，我才去添油，因为我知道明天要回 KL 了，所以我直接打满再回到来。所以90块乘2，180块都没有用到180块，因为我回到了还有半桶嘛，至少它不会让我一直要打油咯。所以这次的这个 vlog 就大概是这样了的，就一个很无聊的 vlog， 就给你们看一下我回槟城去那边干啥、吃什么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 vlog 呢的故事就讲到这边了。那其实3月尾的时候，我还有再下多一次槟城，那时候我是驾 Proton X50 SUV， 然后载着我的女朋友还有她爸爸妈妈，我们去槟城2天1夜，顺便呢也是做一个油耗测试，我想要知道这2者的分别，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 X50 很吃油，你觉得吃不吃油呢？本集的视频就讲到这边呢，如果有兴趣想要看我下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一集的乱乱拍再见啦 ，Goodbye。